记忆全超人灵能100%后，玩了是时隔10年的新作，它来了，名为《天敌抗战记》，和一拳超人一样，也是合作作品，由万纸笔一流画师金太郎作画，可以说又是一部剧情画风双匹配的精品之作。故事主要讲述了承载人类最后希望的47名勇者挑战占领世界的47个魔王，结果失败了，人类魔导师便从另一个世界召唤来救兵，但意外的是，救兵们也向他们寻求帮助，原来他们的世界也正遭受着灭世危机。故事设定疑似平行世界的群川，主世界是剑与魔法，平行世界则是未来科技时代，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部类似设定的奇幻自卫队。当然，目前该作在讲谈社的月刊杂志上刚连载了1话，后续如何展开还是未知数。但不管如何，在剧情设定、人物塑造上，也永远可以相信万老师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部作品的第1话究竟讲了些什么。天敌，在自然界里，不管是昆虫与鸟、青蛙与蛇，亦或是人类与那个东西来说，生物想要战胜天敌是绝无可能的。在坚固的城墙里，此刻正聚集着一群人类的精锐，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挑选而来，依靠人类仅存的资源和技术培养出了47名勇者们，每位勇者肩上都有一只辅助精灵。人类国王从城墙上走了出来，正式宣告着这关乎人类存亡的战争终于打响了。人类背负的屈辱苟活了无数个世代，一切的元凶都来自于那人类之敌魔族。如今世界各地都被47个魔王所支配，还有君临于他们之上的霸主大魔王，再这么下去，人类迟早要被吞噬殆尽。所以聚集在此的47名勇者将承载着人类最后的希望，率领各自队伍去讨伐47魔王。曾打倒过雷魔兽，号称天雷的勇者第9勇者博斯特自信满满的提议要比比看谁先打倒各自负责的魔王，其他勇者们接连附和，全然看不出战争打响前的紧迫感。第30勇者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警告他们可不要太小看魔王。可话音刚落，就被身后的第19勇者艾利欧给打断了。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魔王军的恐怖，那些轻松的话只是为了增添自信的表现，所以别太较真。可在其身旁的另一名勇者就没那么轻松了，紧张到爆的便秘脸是第11勇者哈洛，他的辅助妖精帕涅端来了水和盆子，让他想吐的话就吐在这里边。其实哈洛也不是害怕，而是听完国王的演讲后，觉得他们所背负的责任太沉重了。被一旁的帕涅吐槽道：“哈洛就是太认真了，脑子总是一根筋。”艾利欧较真附和道：“哈洛的确有时候不太会变通，但和他训练了这么久，能看出来哈洛有一颗不输任何人的强悍内心，那份强悍才是勇者不可或缺的东西。”所以他们约定好，等打败魔王后，再一起回到这里举杯庆祝。至此，47名勇者正式踏上了讨伐魔王的征途。可谁能想到，仅仅是过了半年，曾经斗志满满的勇者们都纷纷传来了噩耗。哈洛面色阴沉地看着手里王国送来的报告。第9勇者博斯特讨伐第9魔王失败死亡，第23勇者讨伐第23魔王失败沦为实验生物，第41勇者讨伐第41魔王失败精神崩坏成了废人，第30勇者死亡，第10勇者死亡，第3勇者死亡。哈洛看的是头皮发麻，他队伍里的成员也快崩溃了，就连天雷的勇者博斯特都败在了魔王手里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每一次传来的报告全都是噩耗，战胜魔王的消息一次都没有。所以经历了半年的征战，他们第11勇者队伍今天终于抵达了第11魔王的城下。可面对这样接连传来的噩耗，他们究竟还要不要走下去？明知道这是送死，帕尼收拾好了行李就准备回家去了，至少在世界末日前还能潇洒的多活几天。而此刻看完报告的哈洛面如死灰，因为在名单上他看到了第19勇者艾利欧讨伐第19魔王失败后生死不明。回想起曾一起约定要胜利而归的身影，哈洛做出了决定。他知道没有哪个傻子明知道会输还跑去送死，所以那种傻子有他一个人就够了，第11魔王就由他独自去解决。这一刻，他背负的圣剑亮起了闪耀的光芒，这柄剑是人类经过漫长岁月所创造的魔法结晶——勇气之剑，会对持有者的魔力及精神力做出反应，发挥巨大力量，也是唯一有可能对抗魔王的圣剑。这一幕都看在小队成员眼里，他们决定跟随哈洛完成最后的决战。只剩下帕涅安慰着自己，保住小命才最重要。可下一秒就被路上的魔物给拦住，被迫又回到了队伍。就这样，哈洛小队踏进了第11魔王的城堡，而坐在城堡王座上的第11魔王加奇已经等候他们多时了。一上来，队伍里的魔法师就使出了最上级的火焰魔法，结果被魔王吐了一口气就给挡住了。再然后，魔王掏了掏耳屎，随手弹了过去。哈洛甚至都没反应过来，除了魔法师之外，其他的成员也都承受不住魔王散发的高浓度魔力而当场毙命。哈洛再也受不了，直冲了上去。魔王轻描淡写的一躲，却发现手臂竟然被划破了，一边闪躲哈洛的攻击，一边自语道：“看来这就是传说中能伤到他们魔王的圣剑吗？”只可惜哈洛再也没有斩中了，还要忍受着魔王的嘲讽。这样的剑技想必经过了刻苦训练吧，每一击都直奔要害。直到哈洛一个飞跃，从上往下的一击被魔王用2个手指就给捏住，再稍稍用力一掰，将哈洛整条手臂都给掰断了，足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魔王像把玩玩具一样看着手里的圣剑，接着扔回了哈洛眼前。
直言让他用圣剑来斩他试试，他不会防守。面对这样的愚弄，哈洛崩溃的怒吼着，持剑便斩了下去。这一刻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人类与魔王的差距，就如昆虫与鸟、青蛙与蛇，生物想要战胜天敌是绝无可能的。曾经坚定无比的内心，在此刻也发出了颤抖的声音。魔王嘲笑着向他竖起了手指，表示他已经知道人类的极限了。哈洛被一击轰出了城堡，远远的还能听到魔王的嘲笑声。仅凭这样的实力，就想要挑战他们47魔王，甚至是大魔王大人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身负重伤的哈洛幸运地掉进了河里，一直躲在暗处的帕涅从城堡里跳了下来，从川流的河里拖着哈洛的身体。在哈洛的记忆里，9年前他的哥哥泽比向他展示过召唤魔法，在地上画了一个法阵，便能将不远处树上的苹果给召唤过来。其实所谓召唤魔法，就是将物质进行瞬间移动而已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只要在魔法阵上故意画错一笔，召唤而来的便是类似苹果但又不是苹果的东西。更神奇的是，召唤失败后，那果树上的苹果一个也没少。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从哪里召唤过来的呢？刚想到这儿，哈洛便被帕涅给叫醒，告诉了他有人在下游的河里将他们给救了下来，并替他治好了伤口。来人正是他哥哥泽比，如今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魔导师了。见哈洛因为没有打败魔王而自责，泽比安慰他表示没事的，正因为他们勇者吸引了魔王的注意，他们魔导师队伍才能在暗中执行另一项计划。哈洛显然是完全没听说过。就在此刻，天空上传来了阵阵雷鸣，泽比咧嘴一笑，时候到了。他将不明所以的哈洛解释道：“还记得小时候的苹果召唤吗？其实那时候召唤失败的苹果并不属于这里，而是从另一个世界召唤而来的。其实，在勇者们进攻魔王城时，他们魔导师队伍也在世界各地奔走，最终完成了覆盖整个星球的巨大召唤法阵。”哈洛生气地表示：“这是要召唤什么？”泽比正要开口，突然间，一堆魔族嗅着血迹追到了这里。魔导师队伍虽然也有战斗力，可一旦被近身，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。眼睁睁看着陷入一边倒的局面，哈洛竟然萌生了绝望之感。他们勇者不行，哥哥的魔法也不行，果然他们人类是绝无可能战胜魔族的。可这时，泽比突然说道：“谁说要由他们来打了？”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魔族身上炸开了血花，这恐怖的力量是看上了哈洛和一众魔导师们。只见烟尘后边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救兵，身穿战甲，手持热武器，显然是来自于科技时代的军队。队伍成员正在汇报着，一群未知生命体正袭击人类，进行救援行动。在热武器的火力覆盖下，魔物们根本没有抵抗之力，眨眼间全都倒在了血泊里。目睹了这一切，泽比激动怒吼着：“他们成功了，把另一个世界从时空中召唤了过来。这些人是来自于和他们经历了不同历史的人类们。”终于是听明白的帕涅也兴奋的起舞，这是从未见过的铠甲也太帅了，他们根本就不用战斗，只要靠另一个世界来拯救就行了。被震惊到说不出话的哈洛还沉浸在这帮人压倒性的恐怖实力上，魔王军在他们手上根本不堪一击，这些人真的会拯救他们吗？这时战甲小队摘下了头盔，向他们问起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吗？还没等泽比开口欢迎，就见领头人说道：“他们如今正面临着被人类之敌毁灭的危机，还请各位能伸出援手拯救他们的世界。”好了，到这里就是《天敌抗战记》第1话的全部内容了。这结尾的劲爆展开，瞬间将布局上升到了平行世界。不同平行世界的人类和哈洛他们一样，也遭受着灭世的危机。难怪要将人类天敌给抹除掉。原来这天敌指的并不单单只有魔族，或许还有机器人危机、恐龙危机、超能力危机，甚至是怪人危机。以平行世界来展开，就存在着无限的可能，就此构建一个万宇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仅从这一话还不足以看出万老师想要构思怎样的故事，甚至还不能确定哈洛就是男主，指不定下一话就从未来科技时代展开了呢。总体看来，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只要万老师稳定发挥，相信又是一部优秀的作品。好了，喜欢该系列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如果反响还不错，麒麟会继续追更后续内容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